大师姐是宗门第一高手，但一直莫名倒霉。刚寻到的极品仙草被人炒菜吃了，刚训好的高阶灵兽自己跑去给别人当狗了，就连刚看上的天才体修也转头就拿他练的顶级武器去跟别人提亲了。被困秘境的大师姐只能赤手空拳和魔族长老1v6，天杀的！等我出去了，就把你们都杀了。我躲在他身后，拽狗的手微微颤抖。呜呜，大师姐真的都不关我的事啊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好消息，穿成小说女主了。坏消息，是追妻火葬场分类下的虐文，还是被恶毒女配万箭穿心的死人文学。为了活命，我给本就是天之娇女的女配当了10年的狗腿子。本来一直好好的，但最近不知为何一直把我带在身边的女配做事开始避着我了。我怕出什么岔子，开始偷偷跟踪，结果出了点意外。我都说了别跟着我，你为什么不听？大师姐在混沌秘境的兽巢里就起我时，差点气得跳起来拿佩剑砸我的头。我担心你吗，大师姐？我狗腿的笑了笑，但是大师姐根本不吃这套。我用得着你担心？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说完掰过我的头，让我自己睁大眼好好看看现在到底是个什么状况。我看了一眼，整个人都吓呆了。混沌秘境成混沌秘境了，魔族跟下混沌一样，一个接一个的从秘境的2界裂口往人界这边跳。这个本是提供给各个宗门弟子用来切磋的训练场地，现在变成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血色炼狱。怎么会这样？原书里可没有这段啊！现在知道怕了。晚了。大师姐看我脸色煞白，没好气的出言教训道：回跟你凑一块儿准没好事，你还非要跟过来。我苦着脸做了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要打吗？大师姐白了我一眼。打？谁给你的勇气？你那低阶妖兽都打不过的修为吗？我一时有些语塞。大师姐也不再多说，护着一群师弟师妹们想往附近的山洞里躲，但找了快2个时辰，别说山洞了，狗洞都没有一个。大师姐的脸色很不好看，她思索了好一阵，最后下定决心般的一把把我拽到了她面前，随后在我小手指上戴了个她自己炼制的玉指环。你带着他们去找到了就动小手指，我再过来找你们。遇到危险也立马叫我会马上过来。我看了看大师姐手指上的同款玉指环，虽然不清楚大师姐这样安排的原因，但还是领着人去了。不得不说，女主光环就是好用。不过一炷香的功夫，就发现了一个极其隐蔽的山洞。我立马带着师弟师妹们躲进去，然后赶紧动小手指把大师姐也叫过来。这么隐蔽的地方都让你给找到了。大师姐进了山洞，看了看洞外的一圈果子树和垂在山洞洞口的荆棘丛，神色不明地说了句。我以为她在夸我，刚想邀功，就听见她继续来了句：你是不是搞了什么阵法，把我的运势都转移到你身上了？这不关我的事啊。我哪知道主角光环这么强大，我都给大师姐当狗腿了，她还是一直无缘无故的倒霉。但我又不是故意的。大师姐，你不能把你倒霉这种事怪在我头上啊。我有些心虚，低着头踩了踩地上的蚂蚁。我陪了你这么多年，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了解吗？大师姐听完我的话，埋下头，偏着脸来看我的眼睛。我开个玩笑，你当真了？看我一脸吃瘪，大师姐解气般的笑出了声。我气得不想说话，大师姐则是开始安抚师弟师妹们。秘境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，秘境外的各宗宗主想必也通过传影石看见了，他们肯定不会坐以待毙，也在想尽办法救人。大师姐把自己的推测都说了出来，让师弟师妹们先别轻举妄动。等她回过头来，见我还在生气，就主动过来和我搭话。我一直没收到师尊的消息，师妹你帮我看看这玩意儿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。大师姐把师尊给的能在秘境中使用的传音符递给了我。我下意识地伸手接了过来，传音符当即就是一阵震动。再细一听，里面传来师尊有些冷肃的声音：徒儿，事态严重，未免2界裂口扩大，
几位宗主决定封印混沌秘境，你收到消息务必在虚实前传送出来。一旦超过虚实，秘境到修真界的出口将会彻底封死。你带着师妹师弟们去我告诉你的这个地点，只有在那里布置传送阵才能生效。大师姐听得面色稍缓，她点了点头，问我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？我抬头看了看山洞外的月亮，有点想哭。亥时，大师姐低声骂了一句后，还是决定先带着师弟师妹们往师尊说的那个地方去看看。迷雾谷的玉竹林里，有一大片布置好的传送阵，看样子其他宗门弟子都及时收到了消息，已经撤了。我领着师弟师妹们从这个传送阵跑到那个传送阵，想看看能不能先用其他宗门的传送阵将就下，结果一个能用的都没有。怎么这传送阵还是一次性的？我有些无语。大师姐闻言立即又布置了一个新的，结果还是没有丝毫反应。看来这秘境真的已经被彻底封死了。大师姐，现在怎么办？我有些欲哭无泪，我身后新入门的师弟师妹们也是一脸惊慌，他们不能接受大师姐的传音符有延迟这个理由，都认为是大师姐做事不够严谨，才延误了出秘境的时机，害得他们现在只能在这里等死。我有心替大师姐解释，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。总不能告诉大家我可以证明大师姐确实倒霉的连传音符都有延迟，因为这一切都是拜我这个女主所赐吧。我闭着紧了嘴，不敢吭声。大师姐也紧咬着牙，似乎在思考对策。良久，大师姐看了看我，目光闪烁。我们兵分两路，你们跟二师姐一起先回山洞躲起来，等魔界的人走了，再联系师尊来救人。我预感到有些不妙，忙追问道：那你呢，大师姐？大师姐叫我别管，只把师尊特制的传音符交给了我，然后直接御剑就飞没影了。武力值最高的大师姐突然莫名其妙地抛下大家溜了，师弟师妹们直接炸了锅。大师姐怎么能说走就走？她走了，谁来保护我们啊？二师姐，你快把大师姐追回来！一群人二话不说就让我去追。我也实在担心大师姐，于是便把传音符留给一个稳重些的师妹，就赶紧拿出飞行法器追了过去。但大师姐的法力实在是太过高强，我根本追不到啊！不仅追不到，就连回山洞的路也找不着了。不远处还突然传来了落单的人类修士被魔族屠戮的呼救声，我吓得一阵哆嗦，赶紧爬上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。攀爬的动作让我的目光意外地落在了大师姐给我戴的玉指环上。天要活我！我赶紧动了动小手指。大师姐，快来找我吧，不然你的狗腿子真的要死在这儿了。大师姐这个人责任感很重，遇到危险从来都是身先士卒，像现在这样抛下师弟师妹们的情况还是第一次。我把小手指都晃断了，也不见大师姐来救我的情况也是第一次，真是要命。女主角没死在恶毒女配手里，但马上要被炮灰捡人头了。那群在附近围剿人类修士的魔族里居然有魔猴，蹲在树上的我直接被魔猴逮了个正着。别杀我，我是自己人。我膝盖一哆嗦，直接从树上摔了下来。满嘴谎话的人类，谁和你是自己人？一群长得伤眼的魔族围着我，看我是个人类修士，立马就要大开杀戒。我咬了咬牙，决定来个更劲爆的。我没说谎，我大师姐和魔尊是老相好，算起来你们魔尊还得叫我一声小师妹。领头的几个魔族面露狐疑，眯着眼盯着我。这么多年，我们可没见过尊主身边有什么相好的。我挺了挺胸，尽量让自己看起来理直气壮一些。你们见不着就代表没有吗？魔尊每个月初3和15可都会去人界见我大师姐。剧情里每月初3和15是魔尊体内魔种动荡的日子，魔尊自然不敢在魔界待着，只能伪装一番跑来人界。这些魔不知道其中的内情，见我把魔尊的动向说得一清二楚，当下便对我的话信了8分。那你鬼鬼祟祟躲在这儿干嘛？他们问我。我叹了口气，为了活命只能继续往下演。我为了帮大师姐逃离宗门，去见你们魔尊，偷了师尊的令牌，被发现了。现在师尊到处派人找我，说找到我非把我打个半死不可，
所以我才这样小心。一群魔族跟着我叹了口气，其中一个秃头魔族甚至还来拍了拍我的肩膀。你也不容易，既然大家都是受气的，那就能帮一把是一把。你这么躲着也不是个事，反正你大师姐已经去找尊主了，要不你也跟我们一起回去吧。到时候你见了魔尊和你大师姐，记得替哥几个说说好话啊。倒也不必这样热情啊。好崩溃，大师姐还没找到，我就要先和男主对上了。被这群魔族簇拥着去他们的魔窟的时候，我甚至在庆幸，幸好一开始就说的是大师姐和魔尊有一腿，要是说的是我，那岂不是要被男主当场诛杀？现在这个情况，只能先往大师姐身上推了。魔尊住在魔王城，魔鸟带着我，不到3日就飞到了。怕男主对女主这张脸一见钟情，我特意在下鸟的时候摔了个狗吃屎。尊主，属下在秘境里遇到了您相好的小师妹，特意把她给接了过来。领头的魔族跪在魔尊的宫殿外禀报道。不一会儿，里面传来一道凌厉的男声。什么？魔族以为自己没说明白，特意又问了我一遍详细信息。您相好，凌云宗的大师姐啊。他接着回禀。这话一出，里面的声音突然变成了一道更凌厉的女声。你放屁！一道刺眼的剑光直奔我的命门而来。下一秒，两柄勾连着锁链的诡异弯刀替我抵挡住了剑光的攻击。我从惊吓中回过神，刚刚在宫殿里说话的一男一女此刻正站在我面前。那男人身形高大，却又并不过分粗壮，肩宽腰细臀还翘。即便是穿着一身玄衣，脸上带着狰狞的鬼面，也挡不住别人对他浮想联翩。还有那一双冷冽的眼睛和微压的薄唇，是男主标配了。而另一位想一剑取我狗命的，就是我找了好久，刚刚还被我造谣的大师姐 QAQ。 大师姐此刻看到是我，也很惊讶。小师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其他人呢？我很憋屈，生怕大师姐继续追究我造谣的事，正要说点好听的让大师姐消消气，结果还没张嘴，就被跪在一边的魔族给打断了。尊主夫人，小师妹她为了帮您和尊主私奔，已经被您师尊下了追杀令。我们半路遇到了，就干脆把她接来了，您就让她也住下吧，以后还能帮您和尊主带孩子呢。那魔族甚至还开始添油加醋。大师姐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个死人。魔尊掠过了一脸黢黑的我，转头若有所思地打量着大师姐。尊主夫人，私奔。大师姐被他这2个词激得又想拔剑了，但看了看一旁哆哆嗦嗦的我，还是暂时咽下了这口恶气。大师姐往前走了几步，挡在我身前，看着一副护短的模样。其实只有我能听清大师姐用气声咬牙切齿地警告我，等我回去了再收拾你。我更憋屈了，我真的只是担心你才出来找你，我也没想到中途会被他们抓住，所以我试图小声替自己辩解2句。大师姐听完以后更气了，我特意跑来这儿，就是想先重伤魔尊，扰乱魔王城，让他们的人从秘境撤退，你倒好，还来上赶着送死。你不说我哪知道你的打算啊？魔尊听不清大师姐和我在嘀咕什么，嘴角微压，眼神泛冷地盯了我一眼。聊起来没完了。大师姐瞪了我一眼，提剑继续和魔尊缠斗起来。他俩飞在半空上，打得天昏地暗。站在底下围观的魔族们拉着我一起看戏。你说尊主和尊主夫人谁胜谁负？我几乎毫不犹豫，当然是我大师姐。机遇和秘宝没被女主抢走的女配可以说是全书最强，如果没被主角光环影响，吊打男主根本不在话下。只见大师姐几下就把魔尊打得个落花流水，一脚直接把他从半空中踩了下来。我正要喝彩，大师姐突然一个趔趄，她崴脚了。魔尊的锁链趁机把大师姐捆了个严严实实。大师姐，魔尊，魔王城的水牢里，大师姐和我面面相觑。我有些不服地看向一旁的魔尊，凭什么我大师姐在地上，我在水里？大哥，你是不是搞反了啊？我才是女主啊！魔尊有些别扭地别开脸。外面都在传她是我夫人，我不想下属们看到了后说我家暴。相对于魔尊的扭捏，
大师姐还是一如既往的干脆。事已至此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杀你是我一个人的主意，你放我小师妹。都这个时候了，大师姐还在想着我。我一时鼻头有些发酸。大师姐，还没等我开始煽情，魔尊先不爽地给了我一掌。我真的不是很懂你生气的点啊。我被魔尊一掌直接打得开始吐血，大师姐试图挣开身上的锁链来救我。魔尊见状又是给我一掌。有完没完了？大师姐也是紧皱眉头，怒瞪着魔尊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魔尊微压了嘴角，眼中情绪不明。我需要一个人帮我压制体内的魔种，你的实力刚好。大师姐冷笑了一声。你想让我帮你？做梦！魔尊也笑了，然后又给我一掌。不是，哥们儿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大师姐见我被魔尊折磨得死去活来，咬了咬牙。怎么帮？你先放了我师妹，我就答应你。听见这话，魔尊终于收手了。大师姐一个劲儿地担心我的伤势，只有我看见魔尊的耳朵间莫名其妙就红了。你和我先结为道侣，此后每日再用元神净化魔种即可。他是这样和大师姐说的。你放屁！我也怒了。原书里明明说的是只要用双生木移出魔种就行了，哪里说了要搞什么双修和结为道侣这种乱七八糟的方式？这个家伙分明就是居心不良。这剧情真是全乱套了。男主看上恶毒女配了，可还行？如果是个好男人也就算了，但是这个男主他实在是太渣了。原书里他为了和女主在一起，不择手段，即便他始终站在女主身边替女主解决问题，但一直高高在上，没给过女主一丝信任和尊严。想让大师姐给他当道侣，他配吗？我劝了大师姐一天一夜，大师姐都没松口。她甚至还在安慰我，你看，我就说跟着我准备好事吧，你要是不跟过来，说不定现在还在凌云宗跟大白抢鸡腿吃。也许我就是天生的煞星吧，不仅我自己倒霉，甚至还会连累身边的人。大师姐说的轻松，我听得良心越来越痛。不是这样的啊，搞什么？为什么有种我才是恶毒女配的感觉？想了想这些年大师姐对我这个狗腿子的关照，我咬了咬牙，决定告诉她真相。大师姐都愿意为了我搭上自己一辈子的幸福了，想必就算知道真相了，应该也不会再像原书里一样把我万箭穿心了吧。大师姐，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，但你必须保证你不会生我的气。我才告诉你，魔尊要和人类结为道侣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魔界，但这事却遭到了魔界6位长老的反对。他们一致认为大师姐作为人类肯定会有异心，直到魔尊把魔种的事抖了出来，说大师姐的修为和灵根刚好能帮他压制魔种后，他们才堪堪作罢。魔尊把节气大典安排在了5天后，为了防止我和大师姐逃跑，魔尊还给我喂了一颗毒药，只要大师姐能好好配合，和他结为道侣，他就会在毒药生效前给我解药，然后放我回凌云宗。但他失算了，得知真相的大师姐被我气狠了，她根本就不想管我了。魔尊还在遵守什么大典前不能见面的礼仪，其实大师姐早就已经跑了。你大师姐呢？节气大典上，发现自己道侣跑了的魔尊神色冰冷，运起武器就想往我脖子上戳。我不知道，大师姐没告诉我。魔尊不信，非要一个劲儿地逼问我大师姐的下落。我真的不知道。我的情绪也有些低落，明明前一天大师姐还为了我要牺牲自己，结果一转眼就把我抛弃了。她没把我万箭穿心，但我感觉比万箭穿心还要难受。魔尊看着我的模样，眯了眯眼睛。你是不是跟他说了些什么？我能说什么？我不过是把他这么多年这么倒霉的原因告诉他了而已。大师姐走之前还问我，我这么多年跟在他身边，到底有没有把他真心当大师姐？还是就只是单纯的把他当工具人，来避免自己万箭穿心的结局？我当时说什么来着？我说何必计较这么多，只要我避开剧情，那大师姐也就不用再被男主男二报复，也能好好活下去了啊。大师姐听完后转身就走了。我苦笑了一声，忍住心中的情绪，继续强打精神。你想知道我大师姐为什么走，
那把解药给我，我就告诉你。魔尊这个暴脾气，我话音刚落，他直接抬手捏着我的脖子就把我提了起来。本尊最讨厌别人跟我谈条件，你这么暴力，真是活该你单身。我双手去掰住他的手，因为呼吸不畅，只能几个字的往外吐。你撒开，你知道怎么去除你身上的魔种？在我快昏厥前，想掐死我的手终于松开了。魔尊为去除身上不断吞噬他修为和影响他神智的魔种，不惜打破人魔两界的和平，入侵人界。在得知我有办法去除魔种后，自然不会再要我的命。你最好别骗我。魔尊冷冷地瞥了我一眼后，又吩咐属下四处搜寻大师姐的下落。原书写过，去除魔种的双生木就在秘境里，由寒冰泉下的阿胶守着。我只要直接带着魔尊去秘境就行了。但是按大师姐的脾气，就算不管我，应该也会回秘境去救师弟师妹们。这样我们肯定会撞上。想到大师姐临走时眼神里的失望，我心里始终有些不舒服。我想了想，决定带着魔尊先往其他地方绕一绕。但是我忘了我是个不认路的，兜兜转转绕了3天，最后还是来到了秘境和魔界交界的边缘。我人都傻了，魔尊以为我在耍他，二话不说又给我2掌。再耍花样，我就让你生不如死。我吐着血，只能老老实实的被魔鸟叼着。鉴于我不认路，只能把书上写的寒冰泉的具体方位说出来，让魔尊自己去找。魔尊听着这7拐8拐上山入地的方位信息，又恶狠狠地瞪了我2眼。不是，跟你说实话你也要发火。我就这么被魔鸟叼了一路。中途魔尊怕我坚持不住，罕见的大发慈悲让我休息了1刻钟。但到达寒冰泉时，我整个人依然全身酸痛的不行，只能趴在地上阴暗的爬行。魔尊懒得理我，当场直接就派人把寒冰泉给炸了。但是别说双生木了，就连阿胶的影子都没有。魔尊看我的眼神都快冒火了。救命啊！能不能别看我？你看我，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。双生木被别人捷足先登了，那魔尊体内的魔种这辈子都别想去除了。魔尊的脸色不好看，我的脸色更不好看。你听我说，先别杀我。我知道剧情的，就是我能预知一些事，我很有用的。眼看着男主又要暴起，我连忙嚎叫着制止他。魔尊冷笑了一声，那你说说看，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？我仔细回忆了一下，好像除了去除魔种的办法以外，还真没什么是魔尊这个男主不知道的。一想到这点，我更崩溃了。你先别急，除了双生木，应该还有别的方法能去除你身上的魔种的。实在不行，我还能给你透露大师姐以前的恋爱糗事，这样你以后追求大师姐的时候也能少走点弯路。我企图死马当成活马医，但没想到大师姐这3个字是禁词，我话刚说完，魔尊的眼神就彻底冷了下来。我预感到有些不妙，下意识地拔腿就要跑，结果魔尊的刀比我更快，2柄弯刀直直地朝我袭来。但是奇怪，他的刀明明没有碰到我，为什么我还是觉得好痛？整个身体每个部位都是不同的痛法，有的像钝刀子割肉，有的像烈火灼烧，还有的像我之前去医院做手术时往椎管里打麻药。太痛了，早知道剧情会变成现在这样，还不如就让大师姐给我来个万箭穿心的套餐，起码不会像现在这么痛苦。我闭上眼，脑子里全是对大师姐的埋怨。还是大师姐呢，真是小气，怎么能说走就走呢？现在好了，最后一面都见不上了。嗡嗡嗡，嗡嗡嗡嗡嗡嗡嗡，嗡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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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嗡，什么东西啊，一直在我耳朵旁边吵。我不是死了吗？那这里就是地府了？真黑，所以现在是鬼在说话，那岂不是坏事了？我听不懂啊，那我得上哪儿去找谁报道投胎啊？无奈之下，我只能竖起耳朵仔细去听，想看看有没有同样从修真界过来的老乡。别说，还真让我找到了一个，而且声音听起来还有点像大师姐。她好像在和什么人吵架，你说过会保证她的安全，我才答应跟你合作的。
是你说要把你受魔种影响的消息传出去，也是你让我假意离开，引诱他们对你下手。结果你没事，反而是我小师妹受伤了。什么叫没想到他会知道这么多，也没想到长老们会突然发难，杀他灭口。你给我传音让我取走双生木时，就该想到这一点。他们不想让你的势力彻底压过他们，自然会断绝一切帮助你去除魔种的可能。幸亏我赶来的及时，身上还有一株肉灵芝，否则你就给我小师妹陪葬吧。这个声音一直嘀嘀咕咕的，本来我的脑子就迷迷糊糊的，听他念叨的更迷糊了。我感觉我的灵魂一轻，似乎马上就要坠入黑暗之中了。呜哇哇哇哇！不会是没有按时去找阎王爷要魂飞魄散了吧？不要啊！我急得又叫又跳。哎，天怎么亮了？哎，大师姐，还有魔尊。哎，好消息，我没死。坏消息，但也离死不远了。大师姐，你不是走了吗？我伏在大师姐的背上，任她背着我在秘境的树丛中急速穿行。我俩的身后跟着浑身是伤、一脸狼狈的魔尊，最后面追我们的人似乎是魔界的6位长老。什么情况啊？你们2人私奔了？我狐疑地问道。魔尊没吭声，倒是大师姐的步子顿了顿。不想被扔下去的话，我劝你现在别说话。大师姐的语气是我从未听过的凶恶。我不吭声了。魔界那6位长老一直穷追不舍，他们也不讲究什么胜之不武，6个人一同朝我们不停地发起攻击。大师姐背着我，躲避得十分吃力，而我俩身后的魔尊更是狼狈。他本就受了不少伤，在被这样凌厉的攻势攻击时，瞬间便处于下风。几位魔界长老趁机围成了一圈，将我们3人困在了其中。你不是魔界之主吗？就这个实力吗？我难以置信地看向了一旁的魔尊。魔尊咽了口鲜血，皱着眉道：今天是15，我必须花大半的实力压制魔种，不然我的自我意识就会被魔种吞噬。说完，他皱着眉看向大师姐：再给我半个时辰，等子时一过就行。几位魔界长老听见魔尊的话后，顿时嗤笑出声：尊主，半个时辰，哪怕一炷香的时间你们都没有了。这些长老虽然知道大师姐实力也不差，但却并不拿大师姐当回事。当时大师姐和魔尊在魔王城打架的时候，他们肯定以为魔尊是故意放了水，才被大师姐打得不堪还手。其实不是的，魔尊就是打不过。也因此，当他们针对上大师姐的时候，才发现不妙。他们也不敢再耽搁，纷纷拿出看家法宝，想要速战速决。大师姐一边护着我，一边替魔尊抵挡住偷袭，忙得不可开交。但对方毕竟是魔界的6位长老，实力同样不可小觑。一炷香的功夫后，我们虽然还活着，但大师姐显然也已经疲惫不堪，快要抵挡不住了。大师姐的宗门佩剑也已经折断，只能赤手空拳地对阵魔界6位长老。我赶紧翻了翻自己的储物袋。哎，我储物袋里什么时候还放了这么高级的零件？我也来不及细想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好东西，赶紧就把剑递给了大师姐。大师姐，用这个。大师姐拿过剑，又用那种看死人一样的目光看了我一眼。这不是我进秘境前送给天玄宗大师兄的剑吗？啊，天玄宗大师兄，男二。我不知道啊，我只记得在宗门山脚下遇上了个冤大头，只需要给他带带路，他就把他手上那把看起来很不错的佩剑送给我了。我当时还想着这把剑好，后面送给大师姐用，谁知道这小子居然来这套啊！我看着大师姐，这次是真的想哭了。大师姐，真的不关我的事啊！大师姐怒了，实力直线暴涨。魔界大长老1剑，2长老更是2剑，几个长老轮流着挨剑，场面堪比痛打落水狗。魔尊惊呆了，我也惊呆了。大师姐竟然恐怖如斯！眼看着魔界几个长老就要被制服了，大师姐剑一挥，手中的剑居然卡在石头里拔不出来了。大师姐，魔尊，几位魔界长老见机纷纷出手，
逼得大师姐不得不放弃拔剑继续回房。大师姐再次陷入下风，这把剑可是我亲手炼制的顶级武器，就连紫金铜都是触之极烈，居然还能卡在石头里。事态转变得太快，大师姐都被气笑了。我乖乖躲在大师姐身后，赶紧心虚地把话题转移到魔尊身上。你还有多久？废物男人，没看见大师姐快撑不住了吗？魔尊只冷冷地斜了我一眼，我不敢吭声了，但看他神色轻松，想必体内的魔种已经被压制住了。而一直替我们抵挡攻击的大师姐也终于撑不住了，被几个长老联手轰飞。魔尊一挥衣袍，飞身接住了大师姐，紧接着便同大师姐一起加入了战局。这一场战斗的胜负显而易见，魔尊和魔界6位长老之间的争斗，最终以长老们的死亡而画上了句号。一时间，原本为几位长老办过事的人生怕魔尊找他们麻烦，纷纷对天发下血誓，此生以魔尊为首，如若食言，天诛地灭，永世不得超生。而彻底掌控了整个魔界的魔尊，则是亲自出面，和人界的几位宗主签下了未来几百年互不侵犯的条约，顺便把秘境中还幸存的人类修士也送回了人界，其中自然也就包括我们凌云宗的人。邪了门了，大师姐，魔尊居然不缠着你！我看人群中没有魔尊的影子，忍不住跟身边的大师姐蛐蛐。大师姐白了我一眼，管好你自己。说罢又补充了一句，你先仔细想想，这些年你坑了我多少次，等回了凌云宗，我再跟你算总账。干嫩爹的，早知道就不多这句嘴了。我俩一路沉默地回了凌云宗，师尊一路小跑到我身边，嘘寒问暖，非要看我身上有没有伤着。大师姐站在一旁，没什么表情。我心里尴尬，忙打断了师尊，我没事，您多关心关心大师姐吧。师尊怔了怔，哦了一声，这才看向一旁的大师姐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你大师姐才不像你一样一无是处的，哪里用得着我操心？声音能不能小点？我都听见了啊。大师姐看我一脸猪肝色，终于没忍住轻笑出了声，这就是你跟我说的主角光环。番外，回凌云宗的第3天，师尊召集众人，说他要再收一位亲传弟子。拜师礼当天，看着正在给师尊敬茶的人，我都怀疑是我眼花了。大师姐，我怎么觉得这个小师弟有些眼熟？大师姐冷笑了一声，你没看错，就是他。师尊，你是懂收徒的，魔尊你都敢收为亲传弟子，你是真的不怕被正道人士群起而攻之。魔尊隐姓埋名混入凌云宗的第1个月，成功凭借溜须拍马的手段成为师尊最喜爱的徒弟，也靠着这层关系达到了不少他不可告人的目的。人界某小镇有山怪作祟，师尊派了大师姐和小师弟同行，人魔两界交界处突然起了纠纷，师尊派了大师姐和小师弟同行，秘境重开，顶级秘宝现世，师尊还是派了大师姐和小师弟同行。师尊，你是不是忘了你还有个徒弟？彻底被落下的我一脸幽怨地质问师尊。师尊理直气壮地瞪了我一眼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你小师弟都给我说了，你总是拖你大师姐的后腿，没你影响的话，你大师姐早就是修真界第1了。你就不要去打扰你大师姐和小师弟修炼了，乖乖和师尊在凌云宗待着，喝喝茶，溜溜大白不好吗？好是好，但我怎么有种被人挖了墙角的感觉，感觉自己成了念台词的旁白。那句台词怎么说的来着？哦，从此以后，男主和女配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